国产航母海试当天，军港传来坏消息，一艘军舰着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印度海军事故如此频发？10月24号，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本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这天，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第二次出海进行海试。按照印度方面的计划，这艘航母将在2022年8月正式服役。然而，就在当天，又有一则坏消息传来。根据印度媒体方面的消息，10月24号晚，印度海军驱逐舰兰维杰1号在维沙卡帕特南港口发生火灾与漏水事故。事故导致船上4名水兵受伤，被送往医院，一时间喜事变丧事。据获悉，当天晚上，兰维杰1号驱逐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船舱内还发现渗水严重。尽管印度官方表示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但印度媒体表示，这艘军舰是刚参加完演习回来的，似乎是在暗示这次火灾是由于演习途中舟车劳顿导致船员疏于维护。而这次印度军舰的演习还与中国有着直接关联。据获悉，在8月份的时候，兰维杰1号前往南海地区，并且与越南海军会合，在金兰湾外举行了军事演习。很快，印度媒体便高调宣称，印度军舰前往南海就是为了向中国展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印度军舰今后将长期部署南海。不过，相对于印度媒体的高调，印度海军还是明白自己的真实实力的。因此，此前前往南海的兰维杰1号驱逐舰并不是一艘多么先进的军舰，而是一艘服役35年的苏联老爷舰。上世纪80年代，印度从苏联引进了5艘卡辛级大型反潜舰，并将其命名为拉吉普特级导弹驱逐舰，而兰维杰1号驱逐舰便属于其中一员。兰维杰1号于1986年正式服役，原本印度海军计划这些军舰是作为国产德里级驱逐舰大量服役前的过渡产品。但由于印度造船厂效率实在过低，导致30多年过去了，拉吉普特级驱逐舰依旧是印度海军的主力。兰维杰1号驱逐舰大概与中国的051型驱逐舰实力相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早已是落后时代的产物，其武器装备与电子设备已经完全过时。中国的051型驱逐舰如今全部退役，而印度的拉吉普特级驱逐舰尚有3艘在役。印度媒体方面分析，这些军舰至少还要用到2023年。对于印度海军而言，由于缺乏主力驱逐舰，只能硬着头皮来改造这些老舰。就拿兰维杰1号来说，印度人拆除了舰尾的双联 S125M 舰空导弹发射架、弹库以及相关的制导雷达站，换装了一座 3S14 8联装垂直发射系统，用以发射8枚布拉莫斯巡航导弹。此外，原本的 AK726 双联装76毫米炮也被奥拓76毫米炮换掉，后部2座 AK630 换了2套垂发巴拉克1防空导弹。但是前部的 P20M 反舰导弹系统和 S125M 防空导弹发射架又保留了下来。于是这艘军舰给人的感觉就是上世纪冷战时期的武器系统与21世纪武器系统拼在了一艘军舰上，十分奇怪。但这也是印度人能用这艘老舰作为平台最大程度上的改造了。不过这样改造也造成了一个弊端，用着新老2套系统会让兰维杰1号的维护难度大大增加，而这也就为此次的火灾与漏水事故埋下了伏笔。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军舰老化以及维护难度大的话，依靠港口科学化管理倒也可以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可偏偏印度的港口管理也以不靠谱闻名。就拿此次发生事故的维沙卡帕特南港来说，就在今年5月7号的时候，港口旗下的一家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有毒气体从2个5000吨容量的储气罐外泄，造成8人死亡，超过5000人感到不适。如此重大的事故，港口助理警务处长拉尼在接受法国媒体访问时，却把锅甩给了病毒，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当地进行了封城措施，气罐无人看管，被留在罐内的气体发生化学反应以及产生热力，气体因此外泄。事后也没有人被问责。有意思的是，维沙卡帕特南港原本还打算作为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母港，但是该港口为航母修建的船坞比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进度还要慢，导致航母到海试2次了，航母船坞都不见影子。最终，印度人只能重新计划在东部沿海城市寻找一处私人港口，用作维克兰特号的临时泊位。到时候，印度国产航母回到维沙卡帕特南港后，会不会也跟着着火呢？
当然，印度的航母与军舰其实停哪儿都不安全。近年来，印度海军遇到的各种事故可谓是屡见不鲜。2012年6月1号，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2手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在俄罗斯改造期间着火，当时这艘航母尚未交付印度海军。2013年8月14号，印度海军的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在孟买的海军船坞内发生爆炸沉没，18名水兵丧生，而印度不得不花4000万美元，耗时1年将这艘潜艇打捞上岸。2016年6月10号，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在印度西南部卡瓦尔海军基地进行维护时，发生了毒气泄漏事故，造成2死2伤。2017年8月，印度海军从俄罗斯租来的查克拉2号核动力潜艇在海底发生碰撞，舰首下方的声纳设备被撞坏。由于迟迟没拿出维护方案，这艘核潜艇在印度港口至少闲置了4个多月。而当时，俄罗斯给印度租这艘核潜艇开出的日租金是25万美元，为此，印度白白支出了3000多万美元。2019年4月26号，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在驶入卡瓦尔港时突发火灾，造成1名军官死亡。根据调查，这次火灾的原因是蒸汽管道爆炸引起的。2019年6月21号，正在建造的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的首舰维沙卡帕特南号发生火灾，造成1死1伤。这艘军舰作为印度开启下一代驱逐舰 P-15项目的象征，结果出师不利。以上还都是比较重大的事故，而各种小事故更是不间断。根据印度媒体自己的统计，光是在2013年7月到2014年3月这8个月时间里，印度海军共发生了15起事故，包括护卫舰在航行中丢失减摇旗、登陆舰撞坏螺旋桨、潜艇液压装置脱落等等。有意思的是，每次印度海军的军舰与航母发生这样的事故，很多中国网友会调侃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此前，中国的军事专家有着局座之称的张召忠少将就曾在节目中多次调侃印度海军，称印度的舰艇存在极大的失火隐患，印度航母只要不失火就好。结果调侃完不久，印度海军军舰就屡次发生火灾事故。当然，调侃归调侃，局座这样说也并非毫无依据。根据局座自己的说法，其实这些武器装备本身问题并不大。问题就出在印度人天生懒散以及不注重细节的性格上，在遵守规则这方面，印度人可是实打实的反面教材。就拿此次兰维杰1号驱逐舰火灾事故来说，印度人明知道这是一艘非常老的军舰了，还非得长途跋涉到南海进行长时间军演，回港之后也疏于对其维护，因此才发生火灾。其实很多事故都可以避免，但都被疏忽掉了。这样的性格不加以改变的话，印度海军的各种事故在今后恐怕依旧会是常态。